大家好，老韩，今天呢，咱们来看一台2022款的 SQ7。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帮助，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首代 Q7呢问世于2005年，当时呢第一代 Q7那真是风光无限，在全球范围内均处于热销状态哈。发动机的排量呢，当时也是没有最大，只有更大，什么 3.6 的、3.0 的、4.2 的，甚至还有 V12 的发动机哈。那当时间转到了2015年，全新的第二代 Q7 上市，这一代呢，不论是外观还是排量，特别是销量哈，似乎都不及上一代车型霸气。现款车型呢，诞生于大众的 MLB 的神仙级平台，跟家族中众多大神啊，那都是兄弟。那当 Q7 在美国市场推出了45 2.0T 系列以及55 3.0T 系列之后，那列装 V8 4.0 涡轮增压发动机，搭载8速自动变速器的 SQ7 冲入市场。最大马力500匹，最大扭矩568磅费，官宣0到60英里每小时加速时间仅需 4.3 秒。那外形尺寸呢，长宽高轴距都跟常规版的 Q7 基本是一致的哈。整备质量呢 ，SQ7 为5291磅，比常规版的 Q7 要稍微重一些。在悬架物理结构方面跟 Q7 是一致的哈，前后都采用的是5连杆结构。SQ7 呢还标配 S 版本调教的自适应空气减震。刹车盘直径呢 ，SQ7 的前盘为 15.8 寸，后盘为 13.8 寸。前盘直径呢要大于 Q7 的，后盘直径呢跟 Q7 55是一致的哈，比45要大一些。SQ7 的油箱容积跟 Q7 也是一样的，都是 22.5 加仑。EPA 公布2022款 SQ7 在综合工况下油耗为17 mpg。奥迪为在美国销售的新车提供了4年或5万英里的整车质保。那今天跟大家看的这台呢，是这段我一直在体验的一个2022款的 SQ7 配的 V8 4.0 升涡轮增压发动机加8速 Tiptronic 变速器4驱哈。配了运动式的自适应空悬，奥迪的主动道路保持，配了电动感应尾门，配了主动巡航辅助。这车呢有4分区空调，全景天窗，选装了蓝色的金属漆。它这车呢本身标配的就是 BO 3D 的音响，它呢还选装了一个 BO 高级 3D 音响，这个音响包就干了5000块。这车呢选了 Prestige 包，里面4个侧窗啊是双层夹胶玻璃，这里面有抬头显示、电吸门、路口及信号灯标识的识别，选了 Luxury 包，里面呢棚顶和门的内衬都是 Alcantara 反毛皮的哈，里面有副驾驶的按摩座椅，另选了激光照明灯组哈，各种配置吧，加上运费 ，MSRP 的总价为103340块。这车呢，发动机、变速箱均来自于德国，总装下线于斯洛伐克工厂。那目前像德系这3家，它的动力划分呢都很清晰了。那我们以奥迪为例，奥迪呢，你像比较常规的动力，你像是 2.0T 的或者 3.0T 的，那就还叫它车型的本名哈。你比如 Q7 呢，就还叫 Q7。那如果动力再稍微高阶一点呢，在前面再加个 S。如果动力呢非常暴力，前面再加个 RS 哈。那在 Q7 这个产品序列里面呢，目前就只有 Q7 和 SQ7。SQ7 呢是 Q7 系列当之无愧的动力担当。德系车，尤其是奥迪哈，这2年还好点，你要在前2年。高配车和低配车放在一起，你在外观上很难看出来有太大差别哈。那这车的外观也只有在前脸和后尾巴有 SQ7 的标志哈，在其他任何地方你看不到 SQ7 的标志。那如果你不是太了解 Q7 的话，从外观来讲，你看到这车以后，可能认为它就是一台高配的 Q7 哈。当然这么理解也没有问题，它本身呢也就是一台高配的 Q7。灯组的外轮廓设计的是比较简单的，造型比较简单，但是里面的元素呢设计的还是比较复杂的。这台车呢，首先这个灯组里有镭射激光大灯，同时也把雾灯整合到了这个前方灯组里面哈。雾灯并没有单独设计出来。中网里面巨大的奥迪徽标，跟其他奥迪高配车一样，左右各有一个雷达探头。那侧面造型呢，就看不太出来这个 SQ7 跟 Q7 有太大的区别哈。那既有奥迪家族的设计元素，也有奥迪 Q7 车型一直传承下来的特点哈。那作为2022款的 SQ7 呢，它并没有抛弃电镀亮条的装饰哈，包括在上面行李架，包括车窗一圈，包括这个后视镜的外壳，
在等等的很多地方，你都能够看到电镀亮条的装饰哈。这车配了4条285/40/21的轮胎，这轮胎呢，如果单纯从数字上看哈，确实挺大，但跟这个 Q7啊，跟这个 SQ7配合在一起呢，感觉配合的还是挺理想啊，没有违和感，而且呢，也增强了这个车的动感啊。它这个门子的下沿啊，也把车体下沿包住了哈，这样你下车就不至于把裤腿上蹭上泥了。再一个，这个车呢，4个门都选了电吸门，而且4个车窗呢都选了双层夹胶玻璃哈。这是空悬调到了最高的状态，这是空悬调到最低的状态，这是舒适模式下的正常高度状态。这 SQ7呢，后尾部跟 Q7依旧保持了相同的设计风格哈，线条处理。包括上面有个小尾翼呀，上面是高维自动灯，下面呢2个后方灯组用一个电镀亮条把2个灯组连在了一起。流水灯的转向灯呢也是奥迪家的特色了哈，它这个流水转向灯呢被这个电镀亮条分成2部分，上面一部分，下面一部分，2条流水转向灯哈。那作为这台车后尾部最有辨识度的标识，再加上4个排气管子采用双边直出的形式哈。也只有在这几个元素上，在后尾部才能看出来它与 Q7的区别。那整个外观看起来，这台 SQ7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这个10万块钱的 Q7显得是非常低调的哈。这 SQ7哈，在空间上跟 Q7都没有什么区别，包括这第3排，包括这后备箱空间，基本都一样哈。后面呢，在第3排座椅打开的情况下，后备箱空间并不太大哈。下面的进深呢有1小臂、1小臂半的进深吧，上面呢基本就到个极限了哈。左面呢有放倒第3排座的按钮，这2个钮呢是当你要装卸东西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后备箱降低高度或抬高高度哈。右面就没有什么了。盖板打开之后呢，这车没有备胎哈，有一个补胎套装。大家可以看到哈，当第3排座放倒之后呢，如果当成一个5座车来用，这个车空间还是非常理想的啊，后备箱空间就非常大了。第2排、第3排都放倒之后，整个是可以非常平的哈。第2排、第3排座椅后背是没有一个高度差的，缝隙也不算太大，非常平，这样过日子买个大件啥的问题都不大啊。这车在后窗上有个帘儿哈，可以挂在这。那坐在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中控台的造型呢，跟 Q7啊，跟奥迪家族一些大车基本都是一样的哈。首先最吸引眼球的就是这3块屏，加上中间那个贯通的出风口，这构成了目前主流奥迪产品的主要设计风格哈。从左往右呢，左面呢是灯光控制，按键式的灯光控制。它这个液晶仪表盘呢，乍一瞅跟奥迪其他产品都差不多，但它这个呢，因为你多花钱了嘛，又是 S 版本的，里面显示的形式呢会多一些，包括这个传统的样式，2个大圆表，中间是行车电脑的形式，包括这个 View 键呢，一摁一下，这2个实体表呢，圆表就小一些，行车电脑呢就稍微大一些。当然，你可以到中央屏里去调节，你可以选择 S Performance 的版本，这样呢，它两边2个表呢就采用了一个横的柱状的形式。一摁 View 键呢。中间显示的是转速和时速，时速呢用的是数字显示。行车电脑的交互的项目呢就显示到左面了。下面2个小表，左面显示的是机油温度，右面显示的是涡轮增压器的工作状态。那还有一个显示的形式呢是动态模式。动态模式呢造型就稍微复杂一些哈。当然，作为我来讲呢，我还觉得这个圆表看着更舒服一些。里面显示交互的项目跟奥迪其他产品呢都差不太多哈，大同小异吧。方向盘呢也是家族的一个通用件了，中间安全气囊做的比较小，是个3幅的形式，下面呢是镂空的形式，上面有个 S 的 logo， 左面呢是行车电脑的控制，右面呢是多媒体语音电话功能。同样在左面有2个掰杆，上面是灯光掰杆，下面是巡航掰杆哈，这都是奥迪家族的通用件了。这块屏呢就没啥多聊的了，这都是奥迪家族的通用件了，跟其他奥迪产品也没有太大区别。屏呢是块触摸屏，直接拿手上去怼就行，没有任何的控制装置哈。反应呢还算可以啊，背景色呢都是黑色背景色的，颜色搭配呢也比较好看。这在很多奥迪产品里咱们都看了，当你手触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反馈的感觉哈。手呢你轻轻触是不管用的，你手必须得稍微用点力气，等到它有一个反馈的感觉之后，它才会有反应哈。这车呢也有全景影像哈，3D 全景影像，前方影像，前方广角影像，车顶俯瞰，后方影像，后方广角影像，两侧盲区，后方两侧盲区，
倒车影像加全景影像。下面这块屏呢，也是奥迪家族的一个传统了，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控制车辆的空调哈，它集成了空调的所有功能哈，都可以到里面去处去。抬头显示呢，既可以到大屏里去处哈，也可以直接点这个按键。这个按键呢是抬头显示的快捷按键，一点这个呢就可以到大屏里直接就出来调节抬头显示的高度啊，调节抬头显示的亮度啊，都可以调节了哈。驾驶模式的调节，越野、全路况、舒适、自动、动感、自定义。当你调到不同驾驶模式的时候呢，它这个车身高度会对应的进行调节。启动按钮、影像按钮、驾驶辅助的调节、多媒体开关及音量。奥迪家族的挡把其实呢它也是电子挡把，只是这个效果呢看着像一个机械挡把。那在上次跟大家录那个 A3 上面，它就已经改成掰钮了哈。电子手刹，这金属质感做的哈还是挺招人稀罕，摸着感觉挺舒服的。这边是个12伏点烟器插口哈，小堵头做的挺精致，这个之前咱们就唠过了。中央扶手呢，既可以拉长，也可以缩短。打开之后呢，里面有个无线充电板，空间并不是很大哈。这边有2个数据交互口。那现在我坐进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将座椅调到最低了，现在空间没有任何问题哈，头部空间、腿部空间、横向空间完全都没有问题。而且坐进来感觉呢，跟 Q7 没有太大区别哈，基本就是一个高配 Q7 应该有的样子。它这个 S 座椅呢，你说多运动，我也没感觉出来。几个感觉，第一个感觉摸上去呢，这个皮质还是比较厚实的啊。第二个感觉它这个座椅啊，填充材料你一坐就能感觉到，就是奥迪家那些大车稍微好点车那种填充材质，软硬适中，稍微偏硬一点的材质哈。而且你坐在上面呢，它对你身体呵护的非常好，该动的地方都能动。这台车呢，在外面上这些实体按键的调节啊，貌似看没有太复杂的调节，但是呢，它在里面还有很多隐藏项目。包括这个椅背两侧夹角，包括这个椅面的延展，都是要到屏里面去调啊。在外面没有实体按键，外面实体按键呢，就是腰靠的4项调节，加上座椅按摩功能是有实体按键调节的哈。因为它这个座椅呢，把头枕和靠背啊做成一体的了，所以这个头枕呢就没有额外的调节哈。那坐在里面呢，看着内饰啊，包括这棚顶，包括内衬的反毛皮。再坐着这座椅调节的非常复杂的座椅，再看着小氛围灯，再看着周边众多的扬声器，像小喇叭哈，包括这 A 柱上就干俩，包括上下起来的音响，就感觉多花的几万块钱物有所值啊。现在坐在第2排呢，大家看到空间表现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这个座椅呢是调到稍微比较靠后的位置了，感觉腿部空间也没有任何问题。第2排呢也有一个阶梯式的效果啊，第2排的视线呢稍微比第1排要高一些。我不知道大家在视频里能不能听到啊？现在就这个车在外面听是非常吵，打着空调非常吵的一个状态，但坐在车里面呢，感觉还是挺安静的。我不知道在视频里感觉是什么样的哈。座椅调到最前，调到最后，仰角最大。奥迪 Q7 的座椅呢，它在第2排给你采用的是真正给你设计3个座椅的形式啊。这样设计呢，就把两边的2个座椅啊设计稍微窄一些，中间这个座椅呢，它为了让你能坐人嘛，设计稍微宽一些。那第2排中间那个座椅坐进来呢，就感觉到它能够相对的比那些不是精心给第2排中间设计一个座椅的车呢，感觉坐着要相对来讲要稍微舒服一些，但实际上也没有太舒服，而且中间地台有隆起，你说怎么坐着都不是太优雅。这样呢，我就觉得倒不如把两边这个座椅呢设计的相对再舒服一些，再宽敞一些哈。大天窗开到这哈，在后面呢这个挂钩，完 B 柱上有个挂钩 ，B 柱上有个出风口、扬声器、帘儿、氛围灯，当然还有烟灰缸哈。这年头还有烟灰缸的车不多了。那空调呢是4分区空调哈，包括后面座椅呢也是左右分区的。当然这个有没有必要呢？见仁见智吧。下面呢有2个小充电口，还有12伏点烟器插口。中间扶手带2个水杯架，扶手还挺紧呢。新家伙，座椅可以把椅背放倒，也可以把座椅周起来。下面呢是3角盘。大家看，现在我坐是坐进来了哈，那这个第2排座椅目前是调到最后的一个状态了。我腿呢在里面很难受哈，头呢要是直腰的话，头不是头发也能贴到棚顶，所以后面呢做个成年人还是挺吃劲的哈，不太容易做个成年人。它这个椅面呢也不够高不够长，做个小孩呢临时应个急问题不大，但还是那个问题，
你如果坐小孩，后排肯定会有行李，后备箱肯定会有行李，行李空间就吃紧了。配置倒还可以啊，后面有水杯架，然后这有挂钩，有音响，上面还有2个阅读灯，在一边呢还有一组键子可以控制第3排座椅。那当把这个发动机舱打开之后呢，非常显眼的一个 V8 大发动机就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哈。这家伙目前在德系车里确实是非常难见，你如果不是上点价位，想见一面真是不太容易啊。那可以看到这个大家伙往里放呢，虽然这个车是比较高比较大的，里面呢闲的也是比较满的，各个零部件之间呢也没有太多的缝隙哈。这里面打开之后呢，包括用料啊，包括细节处理啊，包括工艺啊，感觉都属于中规中矩的水平吧。那曾几何时呢，我们一打开10万加这个级别发动机舱的时候，都会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哈。谈不谈得上是殿堂级的工艺品咱不讲，至少打开之后呢，会让你感觉到跟几万块钱的车有很大的区别哈。但如今像这种10万块钱车打开之后呢，我们也并没有感觉到它跟那些几万块钱的车、5、6万块钱的车里面有太大的区别哈。你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像这1字板内侧哈，空空如也，你可以看到里面的部件以及结构，包括这个塑料覆盖件使用呢也非常有限哈，非常谨慎，仅仅是把这个发动机给罩上了，其他所有部件呢你都可以一眼看到哈。那坦率的讲，如果我们从一个10万加级别的德系车的角度来看这个发动机舱里面的话，我觉得奥迪可以做得更好一些。那这一段试车哈，不论是大车小车，咱们基本就没看过8缸机了。似乎呢，我已经忘掉了8缸机的感觉了。但这次呢，又试了这台8缸的 SQ7，依稀的又找到了那曾经的春天般的感觉。近些年来啊，随着这环保政策和成本上涨等等原因吧，各家呢要不就是放弃了这8缸发动机，要不呢就是抬高了8缸发动机的售价，使8缸发动机呢双脚离地了，远离平民百姓了。诚然，如今不论是小排量增压，还是加上电的技术路线呢，都可以把账面数据做得很漂亮啊。各种行驶的指标也都可以刷得很丰满，但是8缸机行驶起来那种大开大合、游刃有余、从容大气的主观驾驶感觉、主观驾驶感受，依然是其他技术路线难以比拟的。就好像咱们在一些团体组织当中，总有一些大哥或者大姐，他们呢业绩也不一定是最优的，学历呢也不一定是最高的，但周边的人呢都会被他们那种内在的气质和极高的情商所折服，自愿的、自发的簇拥在他们的周围。那这台发动机呢，目前也是大众旗下明星的 V8 发动机哈。那透过这几天实际的体验呢，不论是 local 的流窜，还是高速撒欢，基本找不到动力槽点啊。除了偶尔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哈，突然你要大幅度的动力调取，它可能会有极短时间的、非常短暂的反应迟滞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动力呢，应该说可以是随叫随到。在 S 模式下，它的仪表盘下面有一个涡轮增压器的工作状态图，透过这个图呢，我们可以更好的观察涡轮增压器的工作状态。当在高速匀速巡航的时候，涡轮基本是不工作的啊。那只有当你油脚踩狠点的时候，涡轮呢才开始介入工作。而当涡轮状态显示为满格的时候，不论在哪个速段啊，都可以感受到车身是昂首向前，全都有的进入了战斗状态。那如果说不习惯呢，就是奥迪呢为了对得起它这个名头上这个 S， 把这个车的油门初段和急加速的时候做出来很大的声浪啊。本来呢，它就是一台姿态非常优雅的大8缸的 SUV， 这回呢又非往这个运动上靠。这个声浪呢，在匀速行驶的时候是没有的，但我或多或少就感觉这个声浪呢，更像是中年的肌肉大叔发出的言语震慑哈。其实大叔一点都没接。悬架呢是运动调教的空气悬架，它呢既不是运动的梆梆硬，也不是像舒适的一塌糊涂的感觉啊，软硬感觉还是比较折中的。过一个平顺的起伏的路面呢，车身也会有谨慎的上下起伏的幅度，不会像船，也不会很
很硬，悬架对路面的过滤呢还是很适度的哈。即便是那种较小的路面之间的接缝，多少呢也会传递到方向盘上。当然，如果遇到较大点的坑呢，它也会有像空悬那种特有的忽悠的感觉哈。只是一切的忽悠在这台车上都会适可而止，恰到好处。这个试驾车呢，它配有4轮转向技术哈。那如果没有在极限的状况下，只是日常这么驾驶，可以说你基本感受不出来有这个技术哈。那如果你以前经常开这种不带4轮转向的大车，然后再开这个车，你就会感觉到这台车长超过5米的 SUV 在掉头的时候，转弯半径呢似乎要小那么一点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啊，科技嘛，本身帮助消费者就应该是悄无声息的，别老整的雷声大雨点小。这车的主动巡航呢都挺正常哈，就是有一个槽点，就是当它在主动巡航的状态下，当车并线的过程当中骑在线上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加速的动作哈。然后呢，当你并到目边道路的时候，它发现前面有车，又会突然再减速。这个操作呢，会让车内的乘客不是很舒服啊。这个感觉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而且在现如今的车坛上就有做得相对比较好的范例啊。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在舒适的模式下不算太重啊，但也绝对不能算轻，至少不会是轻的那种一塌糊涂的感觉。当然，女士打这个方向盘她也不会有压力哈。那作为这么大的一个车，又是个 V8 机，还带个 S， 好的刹车呢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本身奥迪家的刹车呢，大多都还可以啊，没什么槽点。这台车的刹车踏板呢很紧致啊，没有框亮，只要你不踩急刹车，日常生活当中前半脚刹车完全足够用。而且它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明明车很大很重哈，但你在踩刹车的时候，你就很难感受到这个车很大很重，刹车距离呢也比较理想啊。静音这块呢，虽然奥迪也尽力了，该用的技术呢似乎也都用了，但我个人感觉在静音这块啊，一直不太是奥迪的强项。这台 SQ7 呢，在高速巡航的时候，你像风噪啊、胎噪啊都可以听见。在匀速行驶的时候呢，发动机是很安静的哈，但是你要大脚踩油或者起步初段，它那个声浪就开始闹了。静音呢还算可以，但是肯定不能算这个价位里最好水平啊。但人 SQ7 也有法宝，这套 BO 的加强型 3D 音响，声音的层次感、饱满度，即便像我这种不懂音响的人啊，也能听出来，确实挺霸道。哪怕是你听相声，你也能感觉到头啊就在你身边的感觉。至于那几个驾驶模式嘛，感受最直观的就是这个动态模式。当你由舒适模式切换到动态模式的时候，方向盘马上就重了啊，声浪呢立马也燥起来，哪怕你什么都不做，声浪也燥起来。同时车身高度降到最低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升档不积极，拉高升档转速，降档呢那却是相当积极的。那这个时候呢，你似乎能够感觉到有一定的暴力范儿。但我个人认为哈，不论它前面加个什么 S 啊，加个什么字母啊，都不能否认这是一台优雅的大 V8 的 SUV 这么个事实。现在尤其是德系把这个 V8 机呢前面全加上字母了，也不知道到底是 V8 消费者现在越来越喜欢暴躁范儿了呢，还是主机厂为 V8 提高售价找到了新的渠道。那从动态上总体来看，这台 V8 机呢才应该是这个尺寸的 Q7 正确的动力匹配方式。相比于 3.0T 的机器在 Q7 身上的无精打采， V8 似乎才是 Q7 的春天。但无奈如今这个带着 S 的春天呢，售价也是越来越高了。综上就是这台2022款 SQ7 的体验视频哈。那从这几天的体验来看呢，这台车呢外观内饰跟高配的 Q7 呢差不太多哈，配置呢还是比较高的。那最大的区别呢还是在它的动力总成上哈。那这台车呢它是 V8 的动力总成，那不论是从参数上来看，还是从主观的驾驶体验来看，比 Q7 的那个 3.0T 的发动机感觉表现的要好不少哈。当然这也是废话了。不论是缸数来讲，还是花的钱来讲，那都要高不少的。那现在呢，不管大家接不接受，大家愿不愿意，德系车呢就已然是这种动力划分方式了。那在它的基础型号上，它把这个动力排量啊做的都比较小了，发动机做的都比较小了。那在每个车系里，把之前的6缸机也好，把之前的8缸机也好，都冠标成之前的运动性能版本哈。实际上到底有多运动，到底有多暴力，这个呢还是见仁见智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那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想买个8缸机或者想买个6缸机是越来越贵了哈。SQ7 作为家族的高阶动力版本，
大家觉得它是否胜任呢？那如果让大家选择在10万加这个级别里，大家是会选择这种高阶动力版本，还是会选择常规动力版本，但是车型要更高级一些的车型呢？大家会怎么选？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以上视频，谢谢大家。